新年快乐！刚过去的2025年，标普500指数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，纳斯达克那些 AI 巨头经过了去年的那波大洗牌，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强者股价又翻了1倍。如果你2年前听了我的话，现在你已经在马尔的夫晒太阳了，而不是躲在被窝里刷这个视频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哎呀，市场太高了，我不敢追，哎呀，那个币跌了1半，我被套牢了，别找借口了。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数据，就在刚刚开盘的几个小时，全球资金正在疯狂涌入美股和新兴市场的 ETF， 那个资金量是过去10年的总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聪明的钱、大鳄的钱都在抢筹码，而你呢？你还在研究哪只妖股明天会涨停，还在想着靠那几千块钱翻100倍，别傻了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不跟你讲那些听不懂的 K 线图，也不讲什么市盈率，我就讲一个逻辑，如何利用这帮华尔街大鳄的贪婪，让他们帮你打工。这条视频对你很重要，我保证，只要你耐心看完，你对钱的认知会被彻底颠覆，这可能就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。别说我没提醒你，不想一辈子穷忙的，把手机横过来，认真听。你以为投资是靠勤奋吗？大错特错。我有个朋友老张，典型的高学历精英，每天盯盘盯到凌晨4点，分析财报比考大学还认真。结果呢？2024年那波 AI 回调，他觉得自己聪明，抄底了一家所谓的下一个英伟达，结果那家公司在2025年直接退市了，他的养老金归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贪，他觉得买 ETF 太慢了，一年赚10%、20%他看不上，他想要的是一夜暴富，他想要的是那种心跳加速的快感。承认吧，你也是这样想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人性的贪婪，也是贫穷的根源。华尔街那帮庄家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，因为你们不是在投资，你们是在送钱。股市就是一个合法的赌场，个股就是赌场里的老虎机，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吃掉你的本金的。而 ETF 是什么？ ETF 是开赌场。当你买入 ETF， 你就不是在赌哪匹马会赢，你是在把整个赛马场都买下来，不管哪匹马跑第一，你都赚钱，不管谁输谁赢，庄家永远抽水。而买 ETF 的你，就是那个庄家。你回想一下，过去这几年，你忙进忙出，手续费交了一堆，最后跑赢大盘了吗？如果你只是躺着不动，买入指数，现在你的资产至少翻了一番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残酷真相，在这个市场里，懒惰才是最高的智慧，承认自己的无能才是最大的能力。别以为我是生下来就懂这些的，时光倒流回几年前，那时候的我比你们现在还狂。当时我看准了一个科技板块，觉得自己是巴菲特转世，把所有的积蓄，甚至还借了点钱，全梭哈进了3只股票里。那段时间我走路都带风，看谁都像傻子，觉得上班这点工资算什么，我一天波动就是几个月的薪水。结果呢？一个黑天鹅事件，一个政策监管，加上公司财报暴雷，3天，仅仅3天，我的资产缩水了70%。那种绝望你们体会过吗？就是你盯着天花板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连呼吸都觉得痛，不敢告诉家人，不敢看账户。那次惨败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个人的力量在资本的洪流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我们这种小散户，信息没人家快，资金没人家多，心态还没人家稳，凭什么赢？后来我痛定思痛，开始研究那些真正穿越牛熊，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富豪。我发现他们除了那是极少数的创业者，绝大多数人的财富增值根本不是靠选股，而是靠资产配置，靠持有整个市场的增长红利。于是我把剩下的残羹冷炙全部换成了 ETF， 然后删掉了交易软件，去旅游，去生活，去专注我的主业。结果你们猜怎么住？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我打开账户一看，不仅回本了，还赚了几倍。这就是我想传达给你们的，用最笨的方法赚最稳的钱，这才是真正的贪婪，因为这种贪婪是可持续的，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。好了，说回现在，2026年，为什么我说现在不买 ETF 你就真的没机会了？你看一下现在的世界局势， AI 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但是谁能笑到最后？是做芯片的，做算法的，还是做应用的？没人知道。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炒大模型，结果2025年倒闭了一大片，只有少数几家巨头活下来了。如果你当时去赌个股，大概率你是那个倒霉蛋，但是如果你当时买了科技指数 ETF， 那些倒闭公司的份额会自动被剔除，而那些胜出者的权重会自动增加。这就是 ETF 最变态的地方，它有自动优胜劣汰的机制，它就像一个永不休息的基金经理，无情的帮你把垃圾踢出去，
把金子留下来。现在2026年，能源革命正在爆发，核聚变商业化刚刚有点眉目，生物科技也在突破。这么多风口，你抓得住吗？你抓不住。你买一家公司，风险是100%，你买一个板块的 ETF， 你就是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起来。而且现在市场分化越来越严重，强者恒强，头部效应极致化，散户选股的难度比5年前高了10倍不止。现在的数据显示，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已经超过了80%，这是一场专业选手的屠杀游戏，你拿什么跟 AI 交易机器人斗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不过就加入，买入 ETF， 让那些最顶级的 AI、最聪明的脑袋为你打工，这才是利用人性的极致，利用别人的聪明来填满自己的钱包。我知道荧幕前的很多人现在心里还是不服气，你会说，哎呀 ，ETF 一年才涨个10%到20%，这也太慢了吧，隔壁老王昨天买那个币一天就翻倍了。这就是典型的韭菜思维，真正的穷人思维，你只看到了贼吃肉，没看到贼挨打。来，我们算笔账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学数学题，但90%的成年人都算不明白。假设你有100万，第一年你运气爆棚赚了50%，变成了150万，你觉得自己是股神了，飘了。第二年市场回调亏了50%，你觉得还好吗？涨跌幅度一样，错，大错特错，150万亏50%剩多少？剩75万，你忙活2年，心惊肉跳，最后本金还亏了25%。而那个买 ETF 的傻瓜呢？第一年稳稳赚10%，变成110万，第二年再赚10%，变成121万。2年过去，你亏的裤衩都不剩，人家换了辆新车。这就是数学的残酷，这就是盈亏同源的死穴。你追求的那种快，其实是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。华尔街为什么要把波动搞得这么大？就是为了让你兴奋，让你分泌多巴胺，让你觉得自己在掌控局势。真正的赚钱是枯燥的，是无聊的，就像看住油漆变钱，看住草生长。如果你觉得投资很刺激，那你离破产就不远了。我在2026年敢把话放在这里，那些整天在朋友圈晒收益图、晒波段操作的人，3年后你再看他，要么销声匿迹，要么负债累累。而那些默默定投 ETF、从不看盘的人，才是最后的赢家。你要的是一时的爽，还是一世的富？自己选。讲个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故事，绝对真实，听完你会背脊发凉。我有2个发小，一个叫阿强，一个叫阿明。2020年的时候，2个人手里都有50万闲钱。阿强是那种听风就是雨的人，今天听消息买医药，明天看新闻追光伏，每天手机不离手，吃饭都在盯盘，情绪跟住 K 线走，涨了请客吃饭，跌了回家骂老婆，看起来特别努力，特别专业。阿明呢，就是个懒人，听了我的建议，把50万扔进了那时候大家都看不上的纳指和标普 ETF， 设置了每个月发工资自动扣款定投，然后就去学摄影，去露营，去陪孩子了，几年都不看一次账户。时间来到今天2026年，你们猜结果怎么样？阿强这几年经历了中概股暴跌，币圈腰斩，来来回回折腾，手续费交了几万块，现在账户里只剩下18万，人还得了焦虑症，头发白了一半，整个人充满戾气。而阿明呢，他的账户加上这几年的定投和复利增长，已经突破了200万，这笔钱产生的被动收入已经足够覆盖他一家的生活开销，他现在可以随时炒老板鱿鱼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阿强用勤奋毁掉了自己的生活，阿明用懒惰赢得了人生的选择权。你想成为阿强还是阿明？别再跟我说你没时间研究，买 ETF 根本不需要时间，它只需要你承认自己不是天选之子，只需要你放下那该死的虚无缥缈的自尊心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真正的贪婪。你们理解的贪婪是我要马上发财，那是愚蠢。真正的贪婪是我要这一辈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孙子都永远有钱花。爱因斯坦说过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这句话你们听的耳朵都长茧了，但没几个人真的信。今天是2026年，如果你现在30岁，每个月哪怕只省下3000块钱，少喝几杯星巴克，少买几件没用的衣服，扔进一个年化10%的 ETF 里，按这2年的通胀和市场走势，这根本不难做到。你知道等到你60岁的时候，这笔钱是多少吗？不是几十万，是几百万。这还没算如果你本金更多，投入更多的情况，这是一枚时间的核弹。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机会成本。你在犹豫的每一天，你在研究个股的每1分钟，市场都在上涨，你都在错过这趟列车。
2025年 AI 浪潮再次推高了生产力，未来这几年，机器人、生物技术、清洁能源这些板块会爆发式增长。你买个股可能买到下一家倒闭的柯达，但你买 ETF， 你就把整个未来的科技革命都买下来了。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进步，只要大家还在消费，你就躺着赚钱。这种坐享其成的感觉，难道不比你每天盯着屏幕心惊胆战要爽10000倍吗？这才是最高级的剥削，你剥削的是全世界最优秀企业的剩余价值，而你只需要动动手指头。很多人不敢买 ETF， 或者是买了拿不住，归根结底就一个字，怕跌，怕崩盘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买的是个股，你确实该怕，因为公司会破产，股票会变废纸。但是 ETF 是什么？是指数，指数会归零吗？除非地球毁灭，外星人入侵，人类文明结束了，否则指数永远不会归零。不但不会归零，历史数据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大跌之后，迎来的都是更猛烈的反弹，每一次危机都是财富转移的最佳时机。当2022年、2024年市场恐慌的时候，那些买个股的人在割肉，在跳楼，而我们买 ETF 的人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开香槟，因为我们知道打折季来了，原本100块的东西现在卖80块，甚至60块，这时候你不买，什么时候买？这就是心态的降维打击。当你持有 ETF， 你晚上睡觉是踏实的，你不用担心 CEO 被抓，不用担心财务造假，这种内心的安宁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试想一下，当下一次金融风暴来袭，它肯定会来，这是周期，别人在恐慌尖叫，而你淡定的看住账户，微微一笑，反手加仓，那种掌控感，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，爽不爽？想不想体验这种感觉？如果在座的各位，你也厌倦了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想要拥有一种跌了更开心的变态心态，在评论区打2个字，躺赢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已经觉醒了。说了这么多大道理，现在来点钱货。很多人问我看懂了，但我什么时候买？现在2026年点位这么高，我是不是等回调再买？听我一句劝，不要预测市场，不要预测市场，不要预测市场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华尔街哪怕是最顶级的分析师，预测准确率还不如一只扔飞镖的猴子。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抄到底？我给你们一个最简单、最粗暴，但也是胜率最高的策略，定期定额，死磕到底。不管今天是涨是跌，每个月工资一到账，雷打不动的画出20%到30%，直接买入。涨了，你赚资产增值；跌了，你更高兴，因为同样的钱，你可以买到更多的份额，你在捡便宜货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微笑曲线。别跟我说你没钱，把你那些充游戏的钱、买包的钱、抽烟喝酒的钱省下来，从今天开始，把你手机里的看盘软件删了，只保留一个自动扣款的功能。这一招叫忘记式投资法，你只要坚持做这一个动作，3年、5年后，你会感谢今天这个对自己狠心的你。记住，投资不是比谁更聪明，是比谁更有纪律。好了，现在是2026年，钱该往哪儿放？虽然我一直强调买大盘指数像标普500这种是地基，但如果你想在稳健中多一点进攻性，多赚那一点超额收益，听好下面这3个方向，这是富人圈子里都在布局的赛道，我不收费，讲给你们听。第一，硬核科技 ETF。 别看2025年 AI 板块震荡，那是在去泡沫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真正有业绩支撑的巨头，未来的算力需求、机器人革命、量子计算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不要去买单个科技股，风险太大，直接买纳斯达克100或者半导体 ETF， 你是把人类最顶尖的生产力一网打尽。第二，印度与东南亚 ETF， 看看现在的人口结构，看看供应链的转移。2026年的印度和越南就像是20年前的中国，那些年轻的劳动力，巨大的消费市场，这就是增长引擎。欧美的钱正在疯狂往那边涌，你还不赶紧去占个坑？第三，生物医药与长寿科技，全球都在老龄化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大家有了钱之后最想干什么？想活命。癌症攻克、基因编辑、抗衰老药物，这里面会诞生下一个万亿级别的巨头。你买个医药 ETF， 不仅是投资，还是给自己的未来买个保险。但我还是要泼盆冷水，这3个方向波动会比大盘大。如果你心脏不好，老老实实买全市场指数，那个最稳。别贪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视频快结束了，我想跟你们聊点心里话。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买 ETF？ 因为我看过太多人被股市毁掉了生活。我有个粉丝为了炒币，每天凌晨3点起来看盘，
白天上班像丧尸一样，最后工作丢了，老婆带着孩子跑了，钱也没赚到，这值得吗？记住，钱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，有更多的时间去陪爱人，去看看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让我们变成 K 线图的奴隶。ETF 最大的魅力不是它赚的最多，而是它最省心，它把你的时间解放出来了。你可以去努力工作，提升主业收入，你可以去健身，你可以去谈恋爱。当你在海边度假的时候，当你在睡大觉的时候，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在帮你赚钱，这种税后收入带来的安全感，才是真正的财富自由。不要让屏幕上的数字绑架了你鲜活的生命，这才是我想传达给你们的终极价值观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时光倒流回10年前，你会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什么？你一定会说，砸锅卖铁也要买入那些核心资产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现在是2026年，就是10年前，对于2036年的你来说，现在就是那个千载难逢的低点。不要等到10年后，再拍着大腿后悔，说为什么当年刷到了这个视频却没有行动。这个世界很残酷，没有人会为你的贫穷负责，除了你自己。如果你今天听懂了，哪怕听进去了一句话，请你立刻马上去执行，哪怕从每个月定投500块开始，只要开始了，你就赢了99%只会空想的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骂醒了你，或者给了你一点点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，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那个还在股市里当韭菜的好兄弟，救救他，这是在积德。在评论区留下你的2026年财富目标，或者打出拒绝穷忙4个字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已经准备好翻身了。我会挑选几个走心的评论，亲自回复。老规矩，虽然我是为了你们好，但还是要说，以上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经验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赚了钱不用分给我，亏了钱也别来骂我。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钱包负责。大家2026年一起发财，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